基本来一张 K 黑桃后门花，超级开心的。我正要想说打多少筹码的时候呢，他竟然跳出来打一个 Dunk 21000，将近快要满帕。好，我们有2个选项 ，all in 或 call。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去 all in 它也有点小风险，因为它可能这里也有花的机会。那我决定这个地方就用跟注。好，那他秀了一个 A5O， 好开心，送钱给我们，我们就赢下了这个手牌。益州澳门现金桌挑战，这集是最终回，前4天顺利4连胜，战绩至目前是51500港币。前几集回顾请看这边。最终回除了第5天精彩手牌之外，将分享这趟现金桌完整感想，继续看下去。好了哈，我是Nathan，今天是 Day 5第5天，最后一天。然后在这个打现金桌过程非常开心啊，有遇到就是桌上一些认识的玩家，或者香港朋友，或是全世界就是亚洲的朋友们，以及还有荷官啊，都有一些订阅我频道的朋友，我们在桌上都有一些交流，就非常开心，非常的享受。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是礼拜天。那我今天一样会维持现金桌6到8个小时左右，然后晚上呢我会打这个假日的 MTT 的大赛，有一场重点赛事是 APT 的 Day 1，我希望可以顺利晋级，这样我去比赛的时候呢就不用再打很长的一些 Day 1的时间。最后一天大家也不要错过这影片最后一些结尾，我会帮大家分析一下我打现金桌看到玩家的桌况跟经验，希望你来威尼斯打牌朋友们可以帮助到你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最后一天。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手牌 Day 5。我刚一入桌就帮了大忙，然后我看我的手牌是 K7不同色，这桌是8人桌，那结果第一家+1选择打400，然后 Low Jet CO Button 都跟注，然后盖到我嘛。我看了我牌只要补200，然后这桌感觉玩家看起来又好像不是这么职业，就是很多娱乐玩家。那我又觉得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要盖，因为没有位置，这么多人底子 K7是很烂的手牌，没有太多发展性，我觉得是可以跟他们对抗的。先跟看。跟了之后呢 ，Flop 开一个 In High Ball， 我们还有一个后门顺，那我们当然轻松过牌。过牌之后，所有人都过牌，那这是最想看见的情况。好，接着呢 ，turn 来一张 J， 那这一张手牌呢，全部都是彩虹面，都是没有任何买花这些手牌。当然继续过牌 ，control 这个底子，因为我们不要 turn 去打。你在这个多人底子在没有位置打出来之后 ，River 你 check 或是 turn 被 raise， 你都会非常的不舒服，很难受。好，结果 COA 打1500，Button 呢这个很像大魔王的玩家，年纪比较大一点，可能40-50岁，然后他也跟住之后呢，我决定在这边 check raise 去拿一些价值以及确认牌力在哪边，因为毕竟这个 board 面没有太多花做，我觉得他们很难在 turn 上再繁衍我，是几率不高的，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2队。好，我 raise 之后呢 ，low jet 玩家这个人盖牌，好，那接着呢这个 Button 玩家跟住。然后 River 来一张最好的手牌是什么 ？K。OK， 那这样 K 呢？我决定在这个底池下注一个小注码，不想打很大，我一样在 River 打一个4000。好，我要给他什么机会犯错？因为你想哦，在这个 turn 上有非常多的买顺买牌，如果他是2队，他是 set 以上的手牌，我觉得他在 flop 在 button 很难去过牌，因为这么多人底池那么重，他总想要造一个大帕。好，这边呢我打了4000之后，他想一想 raise 到12000，然后我们当然看一下之后嘞，这牌我觉得不能盖，尤其当第一手。就是要跟的，不然要怎么办？也不能因为第一手就打很保守嘛。我们跟了之后，他 Mark 偷鸡，我们赢下这手手牌。好，紧接着呢，UTG 我在这边拿到 King Queen 爱心，打了500，High Jet 小盲都跟注3人底池。Flop 开一个 A High Ball， 我们可以买 Nuts 花。那我在这底池下注一个800块，2家都跟注，开一张8爱心。OK， 我们中了 Nuts 花，就是不会输的手牌了。好，有趣的是这边我们到底要过牌还是下注？那因为我们后面做了1家玩家，我觉得这样玩家基本上是比较偏 call extension 的，不是那种很激进的。如果这个玩家桌子是比较多会打的职业玩家 ，maybe 我会 balance 一些手牌，我不能每次中花就打，没有中花就 check， 所以有可能会 check。但我觉得在这边要 C 倍多一点，我 C 倍1500之后呢 ，High Jet 4牌，那小盲这玩家 check raise 我们到4000。他在这个 check raise 过程当中想了很久，我故意演个给他看，是我忘记我的颜色，再故意 check 一下。其实我本来就知道我2张是爱心，我故意让这过程让他觉得我好像不知道我们2张爱心，因为通常这个动作会让他们会觉得你可能不是中了花。而这玩家我昨天跟他玩过一下，他基本上也是一个偏向游客的玩家，就是娱乐玩家。好，他这边 raise 我到4000之后，你就是演一下之后跟住啊 ，River 来一张 K 梅花没有影响，我们还是 Nuts， 但这张 K 也不影响太多，他基本上就是演他是花，或者他是想要操作我们的手牌，然后他在 River 一个1万多底池。打一个7000，后手剩4000，那我当然还是再想一下啦，然后就 all in 他，然后
他说花撞花哦，哎。好了，盖牌扔掉，然后就留下4000，他盖了这个手牌。那我是觉得他应该连花都没有，应该是纯偷鸡啊。当然有花，我不太觉得他们真的能盖掉4000，应该是蛮不容易的吧，对于娱乐玩家来讲。好，有没有觉得非常顺利？确实非常顺利。今天的开场真的是不到1小时，我们就赢了将近3万多。好，接着呢，这手牌加1玩家就是我一样在那边拿到18同色，一样照样 open。然后16玩家、button 玩家、小盲玩家、大盲玩家5人跟注。先讲一下这个桌子桌况真的超级好的，因为礼拜天我来到这个桌子就是所谓的 calling station 桌，然后每个人都很喜欢 lim call， 基本上有很多人是可能打50、100，然后不想排队，直接打100、200，所以其实礼拜6、礼拜天的桌况真的非常不错啊。今天应该是我这几天做到桌子最好的。那有看前面影集朋友都知道我不选桌子，这个桌子我就是基本上做到底，除非真的没有人才桌。好，那这把牌呢 ，flop 开一个669。那这个情况呢，我们要把我们18，我倾向放在 check 里面，我要保护我的手牌，不要每次开这个后面我就没有顺子，或就是没有一些很强的牌，不能每次 always 有牌就打，没牌就不打。所以我要把这个牌放在 check 里面去 control 这个底池，毕竟是5人底池，我们的牌很容易被攻击。然后接着过牌一路过到了 button 打900，然后大盲呢这个大魔王呢，他在这个位置选择跟注，然后我也跟注，所以剩下3个人底池看到 turn 啊 turn 这边呢，大盲跟我去过牌，然后 button 的这个是唯独目前打到现在这个限定桌这5天下来，第一次我碰到女生，跟女生一起打这个手牌的交手。但是女生有趣的是，她后手只有18000，所以不是一个非常深筹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会留意她在这个后面进来那么短还敢打，应该蛮有牌力的。所以她在这 turn 上打个2000之后呢，大魔王这边 check raise 到6000。可是我们 turn 这边中了顺子，超级舒服。而且这个大魔王玩家他是那种会 overhand 中一对，又爱偷鸡又爱演，后面有起手牌又会跟他分享到，所以基本上这玩家就是非常的弄，非常的搞，然后也会 over 他很多，可能3条就想打光，也不在乎葫芦。但是我们后手还蛮深的，所以我还是要小心。那我觉得这个地方用跟注比加注来的好，因为如果我跟注，他们有一些 action， 我还有机会可能知道他们牌力在哪边，所以我决定跟注。跟注之后呢，这个女生盖牌，假如这女生 all in， 或者女生跟注，那基本上我就要很小心，他们当中可能有人有葫芦了。好，那这边呢，button盖牌，当然我们就少很多的一些担心的地方。好 ，river 掉了一张4，基本上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手牌啊，就是没有太大影响。然后呢，大魔王在这个底池19000，马上打一个22000。好，我跟注阿秀640哦，所以我被他勾到葫芦。假如这把没勾到葫芦，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靠他整组，因为这手牌他后手好像大概剩下1、2万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非常轻松，这把 river 可以赢他整组。对，那这手牌就很可惜，就到这边。好，紧接着呢，我们就要玩一些手牌啊，这边 hijack 我这边 open 500，COO 位玩家跟注，大盲是另外一个大哥，大概也是看起来快要50出头，然后这大哥呢，在场上讲太多话，我听到了一些资讯，因为其实这桌子我才做1、2个小时嘛，没跟他打过牌。不过他讲了一个牌，就是他有一手牌，open 之后被扣1圈之后，有一个外国的比较紧的 reg， 那这 reg 不是非常强，就是一个 standard reg， 想要找鱼打的玩家。然后这 reg 就 squeeze 之后呢，这大哥就说，我就让你们的外国人很爱搞啊，这个外国人就是想要搞，我先加你再说，他就4逼他，然后外国人就盖牌了，他就跟大家讲，我就知道这个外国人很喜欢挤压，但是他如果要 all in， 我一定绕跑啊，他们 all in 牌都很大，所以通常会说出这样的玩家的类型，就是他也会去搞，因为他会觉得我们可能开很多牌，看起来年轻的玩家比较会玩的话，可能喜欢偷，所以这手牌呢，他在大盲3逼我到2500，我就觉得这个玩家一定也会搞，然后他也会看到我后面去开很多牌，想要来弄我，所以呢，我再弄回去，我这边打一个4逼到4000，然后他想一想马上盖牌，然后这把牌我们拿的是 A10O，所以我们做一个4逼 bluff， 很顺利又烧到这个底池。接着呢，我在 CO 位拿到了10J 书体，很漂亮，然后我打一个500，然后 button 呢，这是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职业的玩家，就是非常 standard， 标标准准的感觉。然后他3逼到1800，我跟注，我当然也可以4逼，但我觉得跟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，因为毕竟这一桌的 edge 非常好。好，我决定跟注跟他打这个牌，就是不想招特别大的怕，因为毕竟我频率很高，我也不想要让他5倍，我盖到这个很可惜。好，我跟注之后呢 ，flop 开一个 QI ball， 然后他在底池这边，我过牌之后他下注了1300，很多人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会盖牌了？你会盖牌吗？好，那我有2个选择，我会在这边在比较深的深度下，我喜欢 check raise 跟注，这2个都可以，因为我们不能盖到这个牌，为什么？我们有后门花、后门顺，会蹭上可以让我们牌变非常强，以及它不见得有中，在这个 button 对 COA 的 range 来讲，所以我们还有机会可以 bluff 它。好，所以我决定 check call。check call 之后呢 ，turn 来一张3，这是最不好的手牌，因为很难去增加我们在 turn 跟 river 有机会转偷鸡的一些空间。好，那这边当然我就倾向放弃了，我过牌，他也过牌，river 掉了一张 3A， 有机会摊牌价值的。好，这边有趣了。
这边当然我们可以轻松的 track call 它的 C back， 但是它打很大注嘛，有时候看状况。可是呢，我觉得在这个 board 面基本上它不会去 bluff 太多了，它手牌就是很明显被 Q 盖帽的一些牌，或者是 A high。很多的 A high， 我就是不想要让他轻松可以摊牌，我想要搞一下，就是我故意这么大的底子下，我打一个300块，我想要让他觉得你在搞什么鬼啊？他们没看过这个注码，不知道干嘛。但是这注码我2个用意，第一个我想要赚他一些可以修当 A high 的钱，比我落的牌；再来就是他敢 raise 我真的有可能敢扣哦，因为我想要打一种就是让他看不太懂，然后有机会可以赚到更多 value。当然有可能我自我 value 啦，我可能是输的啦。打完之后他就跟住，他开牌我开牌我就赢了，所以我们就赢下这个底池。好，紧接着我们来这手牌是124，就是有被强抓 UTG， 它做了一个强抓 shadow， 所以400。好，那这个在打这把牌的之前呢，我其实一直都没有牌了，但是我在现场遇到一个大陆的朋友 Rick， 然后我们跟他聊了一些天，然后聊了一些天之后，发现原来他有打 online， 然后我们其实搞不好有碰过，然后他也是就是非常认真在那边打1个多月了，他今年打了很多次来这边，因为有些签证关系，所以我们就聊了一下，然后聊，我就借由聊天的形象，好像折板大牌这手的机会来了，还觉得大魔王 limp 400，然后呢我在 button 这边拿到5-7同色，因为我们双方有效筹码超级深，然后这桌玩家基本上根本没有人在挤压3B 或是直接做一些很多 action 或4B 的一些 bluff， 我决定这边挨手到2000去隔离他，然后跟这个大魔王单挑。好，那强抓玩家也是一个 calling station， 他也跟住，然后呢大魔王也跟住，我们是一个3人底池。他们开一个很不错的面，开了 A86， 我们有双头顺带后门花。然后那在这个board面之下呢，我这边下注一个2000，他们过牌到我不想打很大，因为我想要 continue 背一些可能 double barrel 或 triple barrel 给他们很大的压力，因为这board面我非常好去掌控这个牌力。好，4倍2000中呢，第一家强抓盖牌，大魔王 check call， 然后 turn 来一张还可以的牌就是10黑桃，虽然让我们的顺可能会减少一些威力，不能买到纳什顺，但是这个10让我们增长了变成后门花，非常的隐秘。好，那大魔王过牌之后呢，我在这边下注一个6500中注，希望可以打盖他，结果他马上。算拿一拿筹码，马上跟住，我就知道完蛋了。他这边一定有1对以上的手牌，或是很强的牌。如果 River 没有中的话，我会蛮麻烦的这手牌。好，那接着呢 ，River 来一张 K 黑桃后门花，超级开心的。我正要想说打多少筹码的时候呢，他竟然跳出来打个 Dunk 21000，将近快要满帕。好，我们有2个选项 ，All in 或 Call， 可是他后手大概还剩下快要。3万。那今天我观察他其实是喜欢 name call 跟，然后突然搞一下，突然偷鸡，但他是那种真的被 all in 也会盖牌的人，他也不会 overplay 太多夸张的手牌，除非他是可能2对以上的手牌，他真的盖不掉。但这种手牌，这个 K 我看不太出来他到底什么2对，他可能想要演的是他就是花嘛。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去 all in 他也有点小风险，因为他可能真的也有花的机会。那我决定这个地方就用跟住。好，那他秀了一个 A5O。好开心，送钱给我们就赢下了这个手牌。啊，接着呢，我们大概就是玩了一阵子之后，大概玩了半小时到1小时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牌。然后遇到一个好朋友，刚好也在打高尔桌，他平常都会打100、200、400，也会打一些500、1000。后来我发现，原来是我们之前比赛认识过的。我们在今年也打过好几次。他是一个澳洲的玩家，然后他可能跟他朋友在这边 long stay。在澳门打 cash game 应该打也快1年了，所以他们都打那种200、400以上的 game， 然后他们说，像澳门的环境整个什么都很不错，他们就是打得也很开心。然后这玩家目前就是他说他暂时不想打比赛，他离开比赛了，他就是先 focus 现金做，因为他说比赛的波动实在太大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手牌到这边，终于结束这5天了，解放的感觉。像我们这次赢的钱，我觉得会赢更多。有些牌真的是。你们看过一些影片，知道 River 被发死或是怎么样，但有些牌我们也是哭了对手。不过当下被人家超车，被那种大魔王超车，他赢了之后，尤其是那把有个64那手牌，真的超想骂脏话。其实实际上我在心中真的骂脏话，但是我觉得唯一庆幸是他还坐我右边，所以我也不怕他赢我，我们再跟他多玩就可以了。Anyway， 明天有一天好好休息，然后吃个东西陪家人。接下来将近打快2个多月比赛，希望到年底可以非常顺利。因为我都在威尼斯打牌，那我把整个桌况我觉得认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当然5天我没有办法很肯定跟你们讲很精准的100%答案到底怎么样，但是依照我这些多年经验的话，我觉得应该70%、80%的整个感觉我是还蛮肯定可以知道说整个状况。好，那桌况玩家大概有怎么样分布类型呢？会打玩家我们可以分几个类型，就是很强的 top rake， 那我觉得在100、200里面算是非常少的比例。标准的 rake。那这可能是比较是不会犯太大错误，然后呢也不会去做一些太夸张的炸胡，就是很标准的把他的牌打得标准。那这样的比例算还蛮多的。然后紧的瑞格呢，
在这个级别里面算是比较少的一点点。好，那我来补充一下，什么是所谓的 Top Rank？ 在我心中的 Top Rank 是在这个级别，他不会挑玩家打，挑玩家当然心中非常重要，这个我也认可。那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说，他会去打一些3B 帕、4B 帕，甚至一些5B，敢找一些会打玩家去挑战，而不会说我一直避开一些很大的底池，而且他觉得该怎么玩就怎么玩。这样玩家是我觉得在桌上会是比较难缠的。好，那至于其他呢，就是非常多的玩家了，我们可以统称为叫做游客。那游客呢，就是有所谓的比较娱乐的，然后比较散客来路过的，或是可能有时候规则还刚懂一点点的，可能百家乐玩家或玩娱乐场玩家过来的，也有可能会碰到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么多玩家的类型，你可以去在桌上去分析出来，找到玩家的定位。那基本上你需要把握这些重点，我觉得可以大幅度提高你的胜率。然后最后呢，尽量请大家可以在礼拜5、6日来。如果你是偶尔来玩的玩家，这3天是最好赢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桌子开最多，人也是最多，人多就一定是代表更多的娱乐玩家会出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当然排队这些东西你们可以留意，像这些我有给你们看的这些排队的表啊，跟这个状况，基本上威尼斯大概你在3点前来应该都会有位置，3点以后在这个尖峰时段可能要排一下，有时候要排1小时、2小时不一定，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。虽然这5天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就是整体下来是赢的，当然非常开心。那就算是输的，我也不会觉得说是不开心。电竞桌你会感觉到是非常的有脚踏实地的感觉。其实打久到最后，我也不会去想说到底赢几天这件事情，而是做好每一次的决策，因为我们打牌也不会只有打这一天，所以我觉得最关键就是享受你的当下，然后控管好你的资金，然后一切我觉得顺其自然。威尼斯人桌子的数量如何？礼拜1到礼拜4呢，基本上50、100都有10几张桌子，100、200大概3到4张左右，然后不用排队。高尔桌偶尔会有，那但是威尼斯5、6日就不一样，5、6日呢50、100桌子不会开太多，但是100、200会开到高达10几张桌子，以及呢高尔桌也会有200、400、300、600，偶尔会500、1000都会有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威尼斯整个分布的状况。排队时间基本上你在中午以后都排得到，晚上就不一定了。如果在尖峰时段，好，如果要等怎么办呢？基本上等半小时到1小时多，你旁边吃个东西、喝个东西，一下就会有位置的。因为威尼斯的流动性非常非常高，基本上不用等太久。那你打完之后呢，记得千万要去这个柜台去跟这个 manager 去拿你的餐券，因为基本上2个小时会发1张餐券，看你打多少时间就会发多少。那像100、200最多可以发到250块的澳币的吃饭餐券。好，我觉得我非常开心啊！我今天一整年其实都真的全部在专心在比赛上，现金桌真的打的次数，我觉得手指头数得出来。这5天可以说是我今年真的是非常认真在打现金的这件事情。那其实认识我朋友其实都知道，我以前真的是6年前、7年前都全部都在打 cash game， 那比赛是混着打。线上的其实我包含打的所有的 app game， 包含 N8， 不管是快速桌或者是一般桌排行榜，那都有全部冲到过第1名，然后也有打过一阵子。那你会问我说，到底现场好打，还是线上好打，还是难易度到底如何？我们不如说，其实你只要有本事在扑克圈能活3年、5年以上，我觉得都很有本事。不管你是有本事找到好局，还是你打小 game 还打中 game、大 game， 我觉得没有所谓到底真的强还是弱，还是如何，到底怎么样所谓强呢？我觉得你只要自己过得很好，达到自己的目的跟目标，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玩家，对你自己的这个一个负责任的地方。然后我觉得最后呢，要跟大家讲的是，现场的 game 真的不能用线上去评估，因为现场关键在于每个人很常都会带200BB、300BB 甚至400BB。那在这么深筹里面呢，你是没有办法用太多平常你线上用100个大盲左右去软体去计算，可能100到200比较多可以计算。但是呢，更深的情况之下，你当然是扑克基础跟学软体跟技术跟几率是很重要的，但最后你要融入全部，回到所谓的真的叫做动态调整以及人性的部分，因为这些东西呢，你要去观察很多，然后更多不同的变化，那你其实才能在现场达到一个更大的获利。然后呢，整个全部情况之下呢，你就有机会可以去做更大的炸胡，或是更帅气的一些动作。好，那希望讲到这边可以帮助到你们，这是我的一些经验的分享。至于就是线上跟现场，现在大家到底倾向打哪一个呢？我觉得现在的趋势以及未来基本上都会走向现场为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线上说真的，现在有太多不定因素，例如说有外挂你如果说打一些软体，你赢的钱可能局头不会给你钱，或是还要扣你一些战成。那包含你可能拿金牛都是很大的问题。那如果是比较公正平台的、比较大的平台啊，那你相对的抽水也比较多，玩家的强度也比较高。那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相对的上面的利润点就非常非常少，因为你打幸运桌的重点还是要赚钱为主为导向。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比较有能力的玩家，就是比较能输的玩家，或是比较想要公平性高一点的玩家，娱乐性再高一点，更多这种欢乐感，你基本上都会走向现场。全世界的赌场，包含像剩下最多人的澳门，包含美国，
我觉得基本上是未来的这些趋势跟群形象的限定桌都会以现场为主。好，这边我们的第5天的这次的规划的挑战全部都结束告一段落了，15分钟一次。好，我们来报告今天的第5天的总结，也是这个一系列影片的5集的全部的总结的战绩。我们今天最后打的一样是6个小时，然后总共这5天加起来的时间是38个小时左右。然后呢，再来呢，我的今天呢赢的钱是赢了2万4，刚刚前面的全部的金额呢，总共是75500元，是我们这5天下来的一个总战绩。当然，我这项的一个系列可能有点短，就是5天来讲，其实并不会是打非常久。对于一个真的打限定桌长期来讲，没有到1个月、3个月或半年以上的话，只是顶多一个参考。不过对于很多人来游玩个3天、5天、4天，分享经验给你们。很快的1周挑战就过去了。对这系列有兴趣的，记得回顾看这边。这次主要是临时前2天才决定比赛的空档出发，回到澳门看看限定桌的状况，也很开心。全家第一次到香港迪士尼，想要规划澳门自助的旅行朋友们，很推荐由香港进出澳门，特别是香港一般小计程车后厢竟然可以放下3个 Plus 大的行李，并乘坐了港澳珠海大桥穿梭巴士，1小时到了澳门。这一系列影集你非常喜欢的话，欢迎在这边跟我下面留言。那你们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一些限定桌计划呢？我之后也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挑战，例如说我可以挑战打多久可以赢到50万的港币，或者是挑战100万，或者是我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天数的挑战。喜欢这些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我是 Nathan， 各位拜拜。现在应该有快24个小时没睡觉，因为我们刚好昨晚打完限定桌，就在房间坐一下休息一下，然后就开始打比赛。我们比赛现在只剩下已经打了10几个小时，剩下这一桌250枚。但我们刚才说实装了 A，28个大盲，所以我们现在变很短，剩下7个大盲。这样冠军有3万美金，我们现在至少有3100。我们至少这场应该要打到第6左右，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才不会输钱，所以希望可以至少打到第6。